把印度当枪口。日本高官妄议中俄威胁，俄罗斯谅解警告后，为何中国人却坐不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仗着有美国的撑腰，其言行举止越来越嚣张。据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近日应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邀请，开展了一场名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演讲。从标题来看，此次演讲应该是关于日本对于国家安全进行相应战略部署等内容。然而，中山泰秀却将谈话主轴放在了中俄威胁上，还声称这与日本的地缘政治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日本与中俄存在一些所谓的领土纠纷，但是这只是日本在自说自话。现在有了美国撑腰，他们更有底气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同时叫板中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山泰秀在演讲时准备了很多图板。他时而举起中国解放军巨浪2型和巨浪3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图，大谈这些武器在南海海域对美日的威胁，又时而谈起太空竞争、台海局势以及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日本高官在利用图版妄议中俄威胁罢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显然已经意识到，一旦中俄进行更多的合作交流，那势必会扰乱日本的东亚棋盘，所以他们使劲鼓吹中俄可能带来的威胁，想借助美国的力量一起来抗衡。不过这种行为势必会遭到中俄的反击。据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发布的声明称，目前太平洋舰队的2支舰艇编队正在千岛群岛靠近日本东南海域的位置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针对假想敌的航母打击群实施导弹射击等项目。很显然，这是俄罗斯对日本的警告，因为此前普京曾表态，日本不要妄想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对俄罗斯动歪心思，否则必将自讨苦吃。现在俄罗斯已经亮剑反击，许多中国人却坐不住了，呼吁解放军也该出手了。因为日本作为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其对中华民族曾犯下了滔天罪行，原本应该反省自知，争取中国人民的原谅，但是现在却仍然不知悔改，还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因此，我们刚好可以借着日本高官叫嚣中俄威胁之际，与俄罗斯一起将新仇旧恨跟日本一起清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对华增税遭反噬，找 IMF 给自己台阶下，又想找中国帮忙，中国凭什么帮？7月1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一份报告，敦促拜登政府取消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等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也应该受到严格控制。IMF 突然来这出，究竟想干什么？为何说美国急了，给自己找台阶下？首先需要了解美国经济现状，随着发债、印钞、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通胀超出预期，几近爆表，滥发的美元开始反噬美国本土，而美国迫切希望给美元一个出口，想迫切地吞掉中国的工业产能，但是他们现在除了泛滥的美元，没有能跟中国交易的本钱。原本美国前现任政府都打算把这个当作筹码敲诈中国一笔，让美国赢2次。美国增加关税本就是打压中国的手段，但是美国大量印钞导致全球通胀，加上这次疫情瘫痪了全球生产链，中国成为了唯一的世界工厂，全球商业供应变成了中国的卖方市场。所以现在美国的关税筹码只是单方面抬高美国交易成本，只要中国商品涨价就能消除影响，而且涨价也会有人买单。关税不仅不影响我们企业对美贸易，还能将通胀逆向输出给美国。美国不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把自己直接架在火上烤。但是前期宣传太高调，现在下不来台了，所以找 IMF 演戏，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在这之前，美国贸易高官接连打电话给中国，但是事情似乎没什么进展，还遭到中国多次无视。随后美国官员美媒接连放出消息，在 G20 峰会上促进美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会晤，还要拟派白宫高官访华。但是 G20 峰会王毅部长没到场，对于白宫高官访问也是冷处理，绝不能让美国得逞。其实中国并不急，现在是美国急上火又拉不下面子，主动取消，找中国谈，想要个体面的借口取消关税，以缓解其国内通胀。可是美国扣我们的人，制裁我们的企业，打关税战，中国凭什么帮你缓解国内通胀？很多中国网友也表示，美国千万别取消关税，别怂，